飞了70年 U2 的时代要终结了。说起冷战时期的空中传奇，洛马搞出来的 U2 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跨越时代的图腾。20世纪50年代诞生，见证了冷战的每一个大场面，什么古巴导弹危机，各种边境对峙。再后来和大国竞争里，他还能通过修修补补的数字化转型保住自己的饭碗。但是这回美国要来真的了。根据美国空军的战略规划，这架传奇飞机要在2027年退役，这意味着美军的军事侦察手段彻底迎来了升级。那么 U2 为何会迎来退役？美军的侦察能力又迎来了怎样的转变？美国空军在2026财年的预算申请中，也就是2025年10月1日到2026年9月30日这个周期，再次向国会明确要求，必须在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10月1日之前，把现役的 U2S 机队全部送走，一架不留。一些外媒和军文网站也证实了这一点。美国空军预计在2027财年一共要退役149架老旧飞机，采购108架新型机种。核心思路就是持续缩减机队规模，然后把整体的战地结构往上提。在这一波退役潮里，包括最后这23架 U2， 其实美国空军早就不想伺候这位老奶奶了。前几年就试图把他们打包退役，结果国会不干了，直接强行叫停。所以很多人估计，这次2027财年的预算案交上去，国会那帮议员肯定要吵翻天。毕竟空军到现在都没拿出一个能让人完全放心的替代品。不过就火力军来说，这一次 U2 或许真的保不住了。虽然 U2 这个机型的设计始于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冷战刚拉开帷幕那会儿，但目前还在美国空军序列里蹦跶的这批飞机，其实主要是1980年代基于 U2R 和 TREA 标准重新制造的年轻机体。相比最早那批在苏联上空被萨姆导弹打下来的型号，现在的 U2 体积整整大了差不多40%，级别也换成了模块化的侦察调色板，能够承载比初代重3倍的各种雷达和相机。根据美国空军内部详细的服役记录，目前库存的这23架到27架 U2S 平均日历机龄在36到40年之间。说句实在话，这个机龄如果放在民航客机身上，早就该被拆了卖废铝了。但是在特殊的高空侦察领域，它的机身寿命消耗方式非常与众不同。U2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21000米以上的平流层巡航，那个高度的大气非常稀薄，而且较为平稳，根本没有中低空那种频繁的气流颠簸，更不需要做任何剧烈的战术机动，机身疲劳积累速度比一般的战机要慢得多。2024年4月，有一架编号为801085的 U2S 光荣退役，这架飞机整整服役了40年，累计飞行了17882个小时。如果在同类的高空侦察平台里，这个数字是一个堪称恐怖的神迹。之所以能苟这么久了，主要就是设备性能足够好。动力方面 ，U2 用的是通用电气的 F18101发动机，能够提供17000磅的推力。这玩意儿不仅能在空气稀薄的高海拔提供稳定动力，还能给飞机上那些耗电大户供电。实用升限也就是21000米开外，这个高度基本可以说是近太空环境了。早些年，这个高度足以让它无视地面上绝大多数的常规防空系统，把安全感拉满了。气动布局领域翼展达到了32米，机身却又细又长。这种极端的设计赋予了 U2 极其变态的高空滑翔比。发动机一关，它能像滑翔机一样飘出老远，代价就是这玩意儿在低空的操纵难度堪比噩梦。它的任务时长一般在10到14个小时，创纪录的一次更是飞满了14个小时以上。至于任务载荷，什么模块化鼻锥、Q 舱，只要你需要，随时能更换合成孔径雷达、光学相机或者电子侦察吊舱。只是好用归好用，不代表 U2 没缺点。时至今日 ，U2 依然被整个美军公认为是最难驾驶、最反人类的机型，没有之一。你认为开 U2 是那种戴着雷朋墨镜、嚼着口香糖的帅气美式英雄吗？想多了。飞行员在执行这种动辄10小时以上的任务时，必须全程穿着极其笨重、密不透风的全压服，相当于一套宇航服。因为在21000米的高空，大气压根本不足以维持人类生命。一旦机舱失去压力，不穿这身衣服，几秒钟内人就没了。穿着宇航服在狭窄的座舱里绑10几个小时，连上厕所和吃东西都得靠管子解决。这对体力、耐力还有精神状态是绝对的摧残。飞一趟下来，飞行员体重掉个几斤那是常有的事儿。更离谱的是 U2 的起降过程，因为采用了极其奇葩的自行车式起落架布局，也就是机腹一前一后2个轮子，加上它那又长又细、升力贼大的机翼， U2 在降落的时候会在跑道上方一直飘。这时候名场面就来了，为了让飞行员能看清离地高度，美军必须派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开着一辆大马力的肌肉跑车，在跑道上油门踩到底，跟在降落的 U2 后面狂飙。
一边飙车一边通过无线电给天上的飞行员报高度，2英尺、1英尺、半英尺，压机头。这画面看着很燃，但也暴露了一个问题：这种对人员经验与地面配合的高度依赖，成本极高，风险极大。老带新的传承一旦断代，这飞机就彻底飞不起来了。而且随着现代战场对情报时效性的要求越来越变态，这种受限于人类生理极限，需要让人吃喝拉撒的载人侦察平台，已经根本无法满足24小时不间断的全球全天候监控需求了。所以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空军曾无数次喊着要把 U2 扔进垃圾堆，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最终乖乖把 U2 请回机库。这是为什么？这里面最大的阻碍就是光学棒扫描相机，这是 SR-71 黑鸟留下的政治遗产。直到2010年代中期，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款数字图像传感器能够在单次覆盖范围和地形细节的清晰度上与之抗衡。每次空军嚷嚷着要退役 U2， 国会就会甩出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指着空军的鼻子骂：在你们能够证明替代平台，比如那个 RQ-4 全球鹰无人机具备与 U2 对等甚至更优的图像采集能力之前，1分钱的退役经费都不批。结果呢，早期的 RQ-4 Block 30型号被寄予厚望，但在传感器的成熟度和多光谱成像能力上拉胯得一塌糊涂，拍出来的数码照片放大之后全是马赛克，达不到军方指挥官和情报机构的要求。于是 U2 就在多次的退役危机中，凭借着这台老掉牙但清晰到变态的相机垄断地位，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除了相机， U2 的另一个不可替代性在于它的模块化臂椎，地勤人员可以在任务前几个小时内快速的更换传感器包。你要看地形换光学相机，你要监听电台换电子侦察吊舱，你要穿透云层换合成孔径雷达。这种灵活性早期的无人机根本做不到。此外，还有一些老派的指挥官有着深深的载人执念，他们认为在未来高度对抗的强电子环境下，无人机要是被干扰了数据链，直接就变成瞎子或者坠毁。但载人平台不一样，如果数据电路中断， U2 上的飞行员依然能依靠人类的判断力，依靠经验完成既定任务，并且利用机载的防御套件进行规避。在那个年代，无人机在自主性方面确实还像个智障。不过到了2022年，更先进的10波段数字传感器 SYERS-2C 全面换装， U2 的胶卷已经不好用了，退役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一次和以往的讨价还价不同，美军要在2027财年彻底退役 U2。 说白了，天时地利人和全没了。 U2 最初诞生的时候，主打一个只要飞得够高，你就拿我没辙。在20世纪50年代，21000米属于绝对的安全禁区，但现在不行了。像俄罗斯的 S-400 雷达和导弹作战包线早就完全覆盖了24000米乃至更高的高度。致命的是 U2 虽然飞得高，但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极大。它诞生的时候，隐身概念还没发育呢。那对又长又直的大翅膀，在现代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眼里太耀眼了。当面对先进的地空导弹网络时，一个无法隐匿的飞机就是一个靶子。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第一阶段，激烈争夺制空权的时候， U2 不敢进入敌方领空进行穿透式侦察，战略作用已经被压缩到了只能在国境线外进行防区外监控。花这么大价钱只能在外面蹭蹭，这笔买卖太亏了。如果说生存率低下还能忍，那后勤维护美军是一点都不能忍。 U2 机队现在正在面临一个问题，生产线关了快40年了，许多关键的航空电子设备、机械连杆、液压阀门早就停产了。根据美军的统计，单座型 U2S 的任务能力率在短短1年内能从勉强及格的76%下跌到了61.9%，双座的教练型 TU2S 更是惨不忍睹，直接跌破60%，掉到了59.2%。这就意味着机库里有一半的飞机随时都是坏的，维护难度更是呈指数级上升。这老旧的机体每增加1小时的飞行时间，地面大兵们就需要付出递增的人时数去排查故障。为了维持剩下的这23架飞机还能升空，地勤人员已经逼得没办法了，只能天天去机库坟场里把已经退役的 U2 机体拆零碎，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获取备件，并且有维护的钱不如拿来造新的飞机。在2027财年的预算里，美国空军计划通过大规模退役 U2、A10这些过时的传奇平台，挤出有限的预算资金，然后把这笔巨款注入高优先级项目里。首当其冲的就是6代机项目。在预算请求中，空军狮子大开口，包含了约50亿美元，专门用于加速 F-47的制造。按照美军的想法，未来的6代机集成了侦察传感器、数据链和指挥能力。既然6代机什么都能看，还要 U2 干嘛？此外 CCA 项目也是吸金大户，空军计划投入超过30亿美元，用于开发半自主的隐身无人机群。这些便宜货将在未来承担高风险环境下的前沿探测任务。让无人机去送死，总比让穿着宇航服的精锐飞行员去送死强。这将在对抗环境下彻底取代 U2 的位置。
至于 U2 退役后哪款飞机接班的问题，火力军只能说这种思路已经落伍了。就以上这些情况来看，未来 U2 退役后取代 U2 的大概率不是一架飞机，而是一张网。这不是说说而已，这是 JADC2 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网络。这个词听起来很玄乎，其实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分布在海陆空天电磁空间的所有传感器，不管你是雷达、卫星、无人机，还是拿着望远镜的步兵，全部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战斗云。过去的情报收集是孤立的， U2 在天上拍的照片需要飞回来，下载数据、洗胶卷或者处理数字图像，然后由情报官分析，再分给前线部队。这个周期长的话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这个时间敌人的阵地早转移了。在 JADC2 架构下，情报变成了网状。U2 退役后，它原本承担的侦察职能会被瞬间打散，分布给不同高度的多个节点去共同完成。太空中的卫星负责广域扫描，高空的隐身无人机负责抵近确认，低空的 F-35利用前视红外补充细节，大家一起凑拼图。在这个过程中，通过 AI 算法，把来自不同平台的零碎数据，比如把隐身无人机的信号侦察和低轨卫星的光学图像秒级拼合，然后直接把目标坐标发送给后方的轰炸机或者远程导弹，把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目标的杀伤链时间直接压缩到了分钟甚至秒级。这张网的绝对主力大概是太空发展局正在推进的军用版星链。以前的军用卫星又大又贵，发射一颗要好几亿美元，一旦被反卫星导弹干掉，整个防区的情报就瘫痪了。但现在美国太空发展局要搞数百颗甚至上千颗便宜的近轨道卫星，这些卫星通过激光通信互联互通，提供24小时全天候低延迟的全球覆盖。这种数百颗卫星组成的星座，就算对手费尽心机摧毁了其中10几颗，整个情报大网依然能够正常运转。虽然客观的讲，单一的一颗卫星其机动性和灵活性肯定比不上一架指哪儿飞哪儿的侦察机，但当卫星形成规模星座后，它提供了 U2 无法实现的绝对优势，全时段的持久性。大气层内也有接替 U2 的飞机，虽然早些年 RQ4 全球鹰被外界视为 U2 的天然接班人，但现实很骨感，这玩意儿不仅贵，而且在面对伊朗时都被揍下来过。实战证明，像全球鹰这种体型巨大、毫无隐身能力的高空无人机，在高强度冲突中同样是个活靶子。真正的接替者应该是 RQ180 隐身无人机，由诺格公司操刀研发，它是一款专为穿透防空网而量身定制的远程隐身 ISR 平台，最大的本事就是全频谱隐身。与 F2 和 F35那种有尾翼的设计不同， RQ180 采用了全向飞翼布局，这种外形经过优化，不仅能对抗常规的高频火控雷达，甚至对付那些号称能反隐身的低频预警雷达也有极佳的隐身效果。除了隐身，它还能熬。据多方情报分析，这玩意儿的续航时间超过24小时，能在 U2 不敢靠近的防空禁区上空悄无声息地持续徘徊。虽然美军一直没有正式公开它，但在美国内华达州的51区附近，航空爱好者已经多次观测到这种深色飞翼飞行器的神秘踪迹，这足以证明 RQ180 不仅存在，而且已经进入了实战部署和战备阶段，就等 U2 退役了。除了这种高端的战略隐身平台，美军在2027年的布局中还算上了大量的 CCA 无人机。在未来，这些无人机就是前线的炮灰、感知探头，遇到危险区域 F35不用自己进去，直接指挥几架 CCA 进去探路开视野，就算被击落了也不心疼。这一大一小的无人机组合彻底把 U2 的任务给包圆了。对于美国来说，退役 U2 从短期的1到2年内，在特定传感器的分辨率和任务灵活性上，美军确实会有一点阵痛期，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一次整体作战效能的代际之变。横向对比一下就清楚了，在全时覆盖能力上 ，U2 依赖飞行员排班，一天最多飞那么几架次，盲区极大。而新兴的网络模式，数百颗卫星加长航时隐身无人机，实现了真正的24小时无死角盯梢。在战场生存率上，不隐身的 U2 面对现代防空网就是送人头。全频谱隐身的 RQ180 与打不完的低轨卫星，生存率无需多言。在数据分发时效性上， JADC2 战斗云的实时全域分发，秒杀过去那种依赖特定地面站接收的传统模式。当2027年的钟声敲响，最后一架 U2S 在夕阳下降落在美国加州的常规驻地比尔空军基地，它这跌宕起伏的一生就算正式画上句号了。当然，这些老兵退役后也不会直接丢炼钢炉，而是用其他方式继续发挥余热。并非所有的 U2 都会被大卸八块。大家可能不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手底下就运营着2架脱胎于 U2 的高空科研机，代号为 ER2， 也就是地球资源2号。这俩兄弟天天在21000米的高空溜达，任务是收集大气化学数据，观测地球资源，以及帮太空中新发射的卫星校准传感器。随着空军现役机队的大规模退役， NASA 绝对是最高兴的，他们很有可能会挑几架机况最好、性能最优的 U2 接盘，或者把拆下来的零件全部拉走当备件库用。大家别小看 ER2，
在平流层臭氧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精细化建模方面，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高度 ，ER 能够飞越地球95%以上的大气层，几乎不受任何地面污染和水汽干扰，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近太空观测环境。至于剩下那些机体，它们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被运往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干燥沙漠，也就是第309航空维护与再生小组俗称的飞机坟场。根据五角大楼目前的规划，退役的 U2 大概率不会被立刻销毁，而是会进入 Type 1000级别的长期封锁状态。这意味着它们会被抽干油水，喷上厚厚的白色封存胶，得到极其妥善的保护。如果在未来爆发大规模战争，只要国防部长一声令下，这些处于 Type 1000状态的 U2 能在短时间内被唤醒，重新披挂上阵。在完全除役并且进入封存之前，这些待在基地里的待退役飞机，现在最大的作用就是充当器官捐献者，哪里坏了拆哪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液压管、航电板拆给还在飞的兄弟。总的来说 U2 的退役不是因为这架飞机设计的失败，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把高空侦察这个单一维度的理念追求到了极致和巅峰，已经没有任何压榨空间了。然而时代变了，现代战争的演变速度早就超越了任何单一武器平台能够承受的极限。现代战场隐身化、无人化和分布式空间架构组成的新一代全域情报网才是最好用的。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隐身无人机在天上互相厮杀时，肯定还有人怀念那个穿着厚重宇航服，靠着一箱胶卷就能侦察整个世界，属于蛟龙夫人的黄金时代。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这一次 U2 能不能退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